回来了。这是我为你选的生日礼物。我知道里面是钥匙，也知道你今天去 4S 店买车了。生日快乐！和他抱在一起，感觉好吗？那么，你听我说，爱宝的孩子丢了，我过去只是为了跟他找孩子，还有，我能对他是想安慰他。我们离婚吧。你干嘛要这样呢？你干嘛要那么傻呢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那个孩子是你的吗？这里边很多事情一句话说不清楚。那么，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，我好好解释给你听？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想要听。那套房子是你给他买的吧？家也是一起布置的吧？我离了婚，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他那套房子。你醒了。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只要休整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我知道我伤害到你，真的对不起。那么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孩子。
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，这位是艾小姐。你好，爸爸。你是想说，艾小姐挺漂亮的吧？2个月前吧，有一天，她隔着幼儿园的栏杆往里头望，对了我笑一笑。后来我就请她进来坐了。过了2天，她就带着孩子来了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艾姐，不如你给我讲讲你们谈恋爱的事情吧。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是吧？我看他不像没有情调的人呢。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是啊，我想你做我老婆。他这个人挺大男人主义的，没什么情调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和你，和我们的孩子一起走下去，行吗？乃梦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林逸轩为他的妻子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说。我想听。在此刻，我决定把我和爱宝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乃梦。看着乃梦无助的眼神，我无法去想象我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、每个字会对她造成多大的伤害。我只是很清楚的知道，我必须要说下去，因为只有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她，才能让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感到一丝的宽慰。我对他压抑已久的愧疚，才能稍微的减少一点点。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起码的照顾应该有吧？怀孕？难道你连你老婆怀孕都不知道吗？你是她老公吗？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公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吃饭，我再让他做几道他的拿手菜给你吃。鸡翅就是上次那个样子吧？我想我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今天就麻烦你好好表现一下了。我老公说他跟女儿子玩得可开心了，真没有想到他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我看，不如就赌闹闹吧。如果我输的话呢，闹闹就借给你玩3天。要是你赢的话，我老公借你差遣3天。你就这么放心把老公交给我啊？我不会输的。哎，这是你孩子呀，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。
哇，跟林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怎么了？丽娜来了。你看他们俩怎么样？我看不怎么样。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，你瞎凑什么局啊？我也是好心嘛，他们两个都单身，而且挺合适的。那你们两个肯定有共同话题啊。这年轻人谈恋爱啊，你别跟他瞎掺和。你要买房子啊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艾宝，你们家都是你自己布置的吗？一个学设计的朋友帮忙布置的。能不能带我上楼参观一下？那么，这时间不早了，应该孩子也睡了，咱们走吧。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孩子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怀孕了，我当爸爸了。你要不要再睡会儿？你怎么坐在这儿？赶快上床吧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对孩子也不好。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只是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我相信我以后会是个好父亲，我也相信你会是一个好母亲。
我要谢谢你的坦诚。只是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心里明白，你是属于他的。作为一个女人，站在他的立场想，他比我更爱你。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别再提了。南梦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她是你的女儿。别再讽刺我了，她不是我的女儿。我知道，我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我会把所有的亏欠都弥补给你，弥补给我们的孩子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，现在在我眼里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南梦姐她还好吗？好多了，应该没事了。那就好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我有些饿了，能给我弄点吃的吗？嗯。我们分手吧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不要说气话嘛。我是认真的，我们俩
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也许对你来说太老了，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，更适合你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啊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那么你听我说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我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
爱宝，爱宝。爸，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这么叫你，但我想应该没有了吧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写信给你。我很少写信，所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。首先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一直在想，究竟隐瞒和欺骗，哪一个更不可原谅？但我真的无法隐瞒你，在我再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无法隐瞒什么，所以只有骗你。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才刚离开你，那么快就嫁给了别人？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自然而然就那么做了。也许这就是命运吧。你记得我离开你的那个晚上吗？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接下来该何去何从。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出现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选择信任他。他说让我跟他走，我就真的跟他走了，一点也没有犹豫。他居然会煮米粉，而且煮得很好吃。我忘了那天晚上我哭了多久，我只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久的一次。但我哭得那么心安，比在你怀里的时候还要心安。后来我哭累了，他就跟我说住下来吧，于是我答应了。
也是个很有趣的男人，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。他想尽办法逗我开心，我渐渐的就不再那么难过了。后来，他向我求婚，我自然的就答应了他。其实我结婚远比你早很多，大概距离我离开只有1个月吧。结婚的前一天，我从楼下走上来，走到你的门前。爸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说他爱我，愿意娶我，愿意和我一起养大孩子。于是我嫁给了他。我知道你没有换钥匙，有时候趁你不在家，我会偷偷的回去看看，看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
我拿走了一张我们的合影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保留那个孩子的，我们搬走了。刚开始的一切都很幸福，我只是偶尔抽空想一想你。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直到孩子生下来后，我以为他会接受这个孩子，但渐渐的，我发现我错了。你回来啦！孩子生下来几个月后，他开始对他不理不睬，慢慢的，他变得越来越过分。他不止一次说要把孩子送去孤儿院。有时候我从外面回来，发现他竟然一整天都没有喂他。孩子哭成这样，你是喂他了没有？你还算是个人吗你？你就说这里
里有什么不好？这里就是不好。怎么不好？你告诉我。我跟他吵架，他说他爱我，我要跟他离婚，他又反过来恳求我。我相信了他，我相信他是爱我的。他看着我的眼神，跟你早些时候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。那恐怕就是爱一个人的眼神吧。他年纪比你小，我觉得我也是爱他的。有时候我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做错了呢？但是我真的很想要那个孩子，那种心情，恐怕是他，甚至你，都不能理解的。为了弥补他，我对他好。爸，我对他的好，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过的。我有时候想，如果当初我对你这么好，没有对你任性、撒娇、发脾气，会不会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？是不是这些就是长大的代价？你对我的那些宠爱，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越对他无微不至，他越认为我是在弥补，我根本不爱他，于是他越来越恨我。他说他自己因为某种疾病失去了性能力，所以不能有自己的孩子。也许因为如此，他更嫉妒我跟你的孩子吧。但我却没有想到，他对孩子的恨居然到了那种地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半夜醒来，借着月光，看见他把双手放在孩子的脖子上。我不希望我孩子的童年跟我一样，我希望他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长大。我离开了那个地方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，我一个人和孩子一起过生活。是的，我要养活我自己，也要养活孩子。靠出卖自己
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脏。我见过太多外表光鲜亮丽，内心却很龌龊的人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林总，公司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处理。你自己想办法处理一下就行了。林总这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是不是有点儿？当老板就这样啊，让我这打工怎么办？字儿怎么签呀？合同怎么签呀？这个好办，家里有事啊，肯定有事。咱这待着怎么办？就是呀，这个。现在必须得找。大家先别乱，乱有什么用啊？难道说林总不在了，我们公司就不能正常运转下去了吗？任毅，要不你暂代林总之职，我们所有人都向你汇报。林总这么信任你，你来替他管理公司，我想肯定没问题。当机立断吧，是还有好多事要处理呢。对吧？需要一个人赶紧做。公司总不能没有领导，对吧？那我们来管理这个公司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这么多业务，那以后就拜托大家多多支持了。您放心，大家都支持，您放心，您放心，这样好啊。有领导啊，咱们就这样对呀，咱们公司一个领导不行，一个领导不行，怎么办呀？下面事情也好过吗？对。这样，各位回去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。近期的工作安排我会尽快发给大家的，好吗？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好的。爸，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再遇到你。我看到那天你见到我震惊的表情，相信我，我心里的震惊，爸爸一点也不会亚于你。爸爸，妈妈，那是我妈妈。其实，我偷偷的幻想过无数次我们重逢的场景，但这种应该是最让人失望的一种吧。咫尺天涯，逸轩，你来了。我宁愿没有遇到你。真的。艾小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，这位是艾小姐。你好。你好，这是你孩子？他是我孩子。爸爸，闹闹，他不是你爸爸。先走了，再见。我想要把这一切全部告诉你，但是我说不出来。可能是因为自尊，所以我只有撒谎，叫孩子叫爸爸。接下来的这几个月，更是我无法想象的。
每次和你单独在一起，我都一直紧紧抿着嘴。你发现了吗？因为我怕我忍不住脱口说出什么，最好连呼吸都停顿。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的呀。嗯，你在家里有教过他吗？没有，都是他自己拿着笔随便画的。应该考虑让他学一学。嗯。爸爸。来吧，给我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嗯。哎，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，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啊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嗯，好久没和人聊得这么开心了。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跟孩子还有事呢。那让我们送你。没关系，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我们改天接着聊。嗯。打开！打开！你会杀了孩子，你会杀了孩子的。你给我说话！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点什么？你靠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！你靠什么养这孩子？说话呀！你根本不用这样。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我开始心里一点都不痛，压抑太久也就麻木了。是你一点一点把我的痛觉唤醒，我才发现自己又是个人了。我从来不愿意给你惹那么大的麻烦，我一直在控制自己，远离你，但我最后失败了，我又回到了你的怀里。是人就会爱，会恨，会同情，会嫉妒。我喜欢南梦姐，是发自内心的。她是那么的善良，帮助和关心我这个陌生人，而我却在背后勾引她的丈夫。在古代，这样我应该会被送去游街吧？但有股控制不住的力量推动着我，让我去靠近你。每次看到你们恩爱的样子，我都会嫉妒，所以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到满足，即使伴随着深深的罪恶感。现在我要走了，我已经被他找到了，我知道他不会放我走。他是个偏执的人，选好了方向就会一路走到底。也许他也没有恶意吧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对这个孩子，所以我必须尽快的找到他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用生命
去保护这个孩子的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外面呢。我饿了。我马上回来。好了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不喝。再喝点吧。再喝一口。喝吧。瞧你，你不喝，孩子要喝呢。